九阳破壁机电机不转，显示错误代码119。像出现这个代码呢，都是说明电机出现了问题。我们拆开以后，你看一下这电机转子上面已经都烧黑了。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用张砂纸把转子上面都给它打磨干净了以后，再换个碳刷就可以修好。电动车电量显示不准确，只剩下一半的电了，但是呢，它显示的却是满电。像这种问题可以加装一个这样的数字显示表，安装好以后看一下效果，它会显示电瓶的电压还剩多少的电，这样呢再也不用担心这个电瓶里面到底有多少电了。焊接不沾锡，很难上锡，不管老铁怎么往上面压这个导线，你看根本都不沾锡，这个该怎么办呢？来试一下这个铸焊膏，只需要将导线往铸焊膏上站一下，这样在焊接就可以轻松上锡。你们都说用松香焊接不锈钢，你看这焊锡怎么都不往上面粘，根本都焊不上，一抠就掉。再来试试这个铸焊膏吧，只需要抹上一点，焊接时铸焊膏瞬间蒸发，带走表面的氧化层，焊锡牢牢的就粘上了。铸焊膏也很容易清理，看效果怎么抠都抠不掉。需要的点击左下角链接。用一节电池就可以判断喇叭的正负极，把电池接在喇叭上，如果指盆下沉，就要颠倒一下电池正负极，这样呢，喇叭指盆是顶起的状态。这个时呢，你看一下电池上面这正极所对应的这条白线就是喇叭的正极，蓝色线呢也就是负极了。我们来看，白色的是正极，蓝色的是负极。电炒锅开关怎么接线？看一下这3个片颜色是不一样的，黄色的这个片是接零线的，这边是接火线，中间这个角是接发热盘的。像这种颜色都是一样的，我们先找到开的位置，所对应的这个片就是接零线，这边是接火线，中间就是接发热盘的。把2个电容并联在一起，它的耐压值不变，还是450伏，而它的容量会增加1倍，变成240微法。把2个电容串联在一起，它的耐压值会增高1倍，也就会变成是耐压值800伏，而它的容量就会减小1倍，就会变成0.6微法。小太阳电暖扇不加热，像这个毛病先拆开后盖，找到这2条线，它是连接上面的发热盘的，用腕表测量一下，你看上面有230伏的电，有电不加热就说明是发热盘坏了。把2个22欧姆的色环电阻串联在一起，它们的阻值就是44欧姆，把它们并联在一起，这2端的阻值就是11欧姆。电视开机黑屏有声音，但是背光灯不亮，我们要看一下背光灯上面这2条线，顺着走，找到主板上面这个插头，在它的插头旁边有一个二极管，这个二极管是一个升压二极管，如果它击穿短路了，我们把它换掉就可以修好。平时我们用电烙铁焊接电池，掌握不准时间，容易损坏电池，也不安全。我们可以使用这种便携式智能点焊机，最大输出电流1200安，0.1到0.25厚度的镍片、铁片、铝片、钢片都可以焊接。瞬间局部高温就可以把镍片和电池牢牢地焊接在一起，使用的时候不会因为电池虚接而引起发热。把镍片都扯坏了，你看这焊点有多牢固。平时手机没电了，它还可以当做充电宝来给手机充电。电热水龙头显示一切正常，但是就是不加热。像这个毛病都是这2个小元件坏了。我们首先找到电源线这一侧，然后呢把这个盖子给它打开。这个里面呢最容易坏的就是上面的发热管，然后呢就是这个温度保险。用温表的分明档先来测量这个温控保险，这2条红色的线就是它的2条线，分明器响就说明它导通，它就没有问题。然后再来测量这个发热管，你来看温表没有任何显示，就说明是发热管坏了，换个发热管就可以修好它。注意看，这是错误的接线方法，直接把2条线用螺丝刀给它拧起来，然后呢把这个盖又给它装起来，这样呢不受力，轻轻的一拔就出来了。现在我教你正确接线方法，先将这个绿线绕一个圈，然后白线搭在绿线上面绕过来，从这个圈里边穿出来，然后呢把2头的线这样拽一拽，中间呢就会打了一个结。现在再扯这个线，受力点就会变成了在这个结上面，而不是在接线柱上面。这样接好以后，再拧上盖子就可以承重了。拧上一个灯泡测试一下，你来看，非常的牢固。你学会了吗？像这种阻容加压的电源板，在一些小家电上面用的是比较多的。如果它不通电了，除了检查这个保险管以外呢，还要检查一下这个绿色的电杆。这个电杆呢，也相当于是一个保险丝的作用。如果它坏了以后呢，也不要单独去更换它，还要检查一下背面的这个电源管理芯片。如果它坏了，你不把它给换掉，那么你换多少保险，换多少色环电杆还是烧坏。
LED 灯上面的灯珠不能随便换啊，它们除了外观大小不一样，其实它们的耐压值也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用弯表的2极光档测量，如果灯珠亮，就说明它是一个3伏的；如果测量它不亮，就说明这个灯珠它就是个6伏的。6伏的灯珠我们用我手机充电器就可以来检测。如果灯珠亮，就说明它是好的；如果不亮，就说明这个灯珠它就是坏的。怎么用弯表测量整流桥的好坏？整流桥缺角的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输出正极。我们把弯表先调到2极光档，然后黑色的表笔接在整流桥的正极上，分别测量这3个角。我们来看一下弯表，它是有个 0.5 伏的压降，再测第2个角也是一个 0.5 伏的压降，第3个角是 0.97 伏。然后呢，我们把2个表笔分别调下位置，把红色的表笔我们把它接在整流桥的正极上，再来测一遍。这样测没有任何数值，再测也是没数值，第4个也是没有任何数值，这样呢就说明这个整流桥它就是个好的。家里有这种电水壶，底座丢了或坏了，千万别扔，这是一个通用底座，只要是底部是一样的，就可以适用大多数水壶，这样就可以通电又可以烧水使用了。注意看，这个长得像武大郎一样又粗又短的小圆件是色环电感，而不是色环电阻。这种长得像阿联一样非常苗条的才是色环电阻。你学会了吗？怎么检测继电器的好坏？这是一个12伏的继电器，我们在它最细的2个角上面接上一个12伏的电源，然后把弯表调到风明档来测量这2个角。如果它可以导通，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电源给它拆掉，再来测量。如果这样测量不导通，就说明这个继电器它就是个好的。电热水壶不通电，像这个毛病其实上面这个底座出现问题是比较多的。我们呢只需要把这个插头给它拔掉，然后呢看一下上面的铜片，这个铜片压下去了没有弹上来，那么我们找个东西把它给挑起来，我们来看，这样挑起来以后，这个电水壶就可以正常使用了。汽车放太久了不开，电瓶就容易亏电。如果打着车充电又太费油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用这种多功能充电器充电，它还有一个修复模式，对于一些亏电太严重、充不进电的电瓶进行一个修复，只需要把黑色的夹子夹在电瓶的负极上，红色的夹子夹在正极上。充电器上面会显示电瓶的电压，我的是 12.1 伏，还剩40%的电，说明车放的太久了没电了。充电的时候上面还会显示充了多少的电，这样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电瓶没电了。微波炉不加热，上面这个磁共管坏的最多了，我们通过这3个方面就能判断出它的好坏。首先先把弯表调到欧姆档，先来测量一下这2个灯丝，正常它的阻值不会大于1欧姆，像这个 0.1 欧姆就说明它是正常的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们用弯表测量一下这个灯丝与外壳有没有漏电，你看弯表显示无穷大，没有任何数值，就说明它是正常的，不漏电。第3个呢，就是我们测量一下磁共管上面的发射头与外壳，看一下导通不导通。你来看它的阻值非常的小，就是导通的状态，就说明这个磁共管就是个好的。可调电阻在电源板或者是电磁炉当中用的是比较多的，但是这个东西坏的也非常多。它坏了以后怎么知道它的型号大小呢？我们看第一个201，主要就是看后边这个数字，如果它是几，就代表它是几个零，它是个1呢，就是20后边再加1个0，说明它就是一个200欧的可调电阻。再看这个502，就是50后边再加2个0，它就是一个5000欧的可调电阻。再看最后一个504，就是50后边再加4个0，就说明它是一个500千欧的可调电阻。怎么用弯表测量单向电机的好坏？我们只需要把上面这3个线头测量3次就能知道。我们来看，先看这个红紫是72欧，然后红黄是36欧，然后呢黄紫也是36欧，这2个小的阻值加在一起正好等于这个72欧，就说明这个电机它就是好的。如果2个小阻值加在一起不等于最大的这个阻值，就说明这个电机就是坏的。豆浆机电机不转，但是可以正常加热。我们首先把它调到果汁档，然后用弯表测量一下电机上面有没有300伏的电。你看没有电，没有电呢就说明是这个主板坏了，如果有电就说明是电机坏了。触点按键失灵了怎么办？教你一招解决。我们找个棉签蘸点酒精，把它滴在按键上面，然后呢用手这样不停的按个9981次以后你来看就那么简单，就修复好了。微波炉只要一开门立马就烧保险，像这个毛病呢都是门上面的开关出现了问题。你来看这3个开关，上面这个开关是接了2条线，
而下边的开关也是接了2条线，中间的开关接的是3条线。我们只要把这个3条线的开关给它换了以后就可以修好。可调电阻坏的最多，它坏了以后怎么用腕表测量好坏呢？你看这是一个103，它就是个10千欧的可调电阻。我们测量的时候，先来测量这2个定片，看一下它的阻值。你来看，它是一个9.9千欧，说明是正常的。然后呢，中间这个活动的片和两侧的这个死片再来分别测量2次，这是一个5千欧，然后再来测量这2个角，也是5千欧，2个5千欧加在一起正好是10千欧，就说明它是个好的。如果我们测量的时候这2个加在一起大于10千欧，就说明它是坏的，或者是测量的时候它是开路的状态，也说明这个可调电阻就是个坏的。松香和助焊膏哪个助焊效果更好？导线粘上松香，轻轻松松焊接电路板，用助焊膏也轻松焊接。接下来我们用白钢刀片测试一下松香和助焊膏，仔细看松香加热后，焊锡丝就像小水珠一样溜来溜去的。再看涂抹助焊膏的地方，加热后焊锡丝直接推入助焊膏融化蒸发，带走焊接点上的氧化层，瞬间粘到焊接面上了。用松香焊接属于假焊接，轻轻一抠就掉了。助焊膏很容易清理，而且焊接点也非常牢固。迷你小巧的锂电角磨机，只有1个巴掌大，大容量锂电池，续航时间久，切割、打磨、抛光都能用它，带着也方便。只有巴掌大的角磨机。以后临时接线别再用胶带缠了，整几个这样的接线端子，分分钟就能搞定，就这样一掰一合就行。用完以后拆下来还可以重复使用，特别方便。有你之前，我是情感不归的；有你之后，关灯，开灯。5号电池没电了，只有7号的怎么用呢？你来看也是可以的。我们找一张烟盒纸，然后呢把它先揉成一个小团，然后把它放在电池盒的正极上面，把电池再装上。你来看，这样呢就可以应急来使用了。先将铁丝叠成2股，然后套在钉子上，接着将铁丝端部逆时针缠绕铁钉1圈，最后逆时针转动铁钉，这样绑扎出来的接头牢固可靠。家里有这种老式的音响或功放，没有蓝牙功能的，千万不要扔掉。这是一个智能蓝牙接收器，只要把它插到插座上，再把音箱的音频线插到它上面，就可以秒变成蓝牙音箱。手机连接上蓝牙就可以扩音听歌了。家里有废旧的电脑机箱，千万不要扔掉，也别当做废品给卖掉，它还有大用处。把里面这个电源盒拆下来，就是一个多功能大功率直流电源，但是这样直接通电，它是不工作，没有电输出的。只要加装一个小小的转接板，找到电源上这个最大的插头给它插上，打开开关，指示灯亮，电源开始工作，这时就可以输出正负12伏。5伏和3.3伏多路直流大功率电压接到12伏上，用它可以给12伏的电器设备供电，接上2个夹子，还可以给电瓶充电。接到3.3伏上就是一个 LED 灯的检测电源，用它修灯就可以快速的检查灯珠的好坏。插到 USB 接口上，还可以当做手机充电器，给手机来充电。家人们啊，今天教你们一个生活小妙招，就是往墙上打孔的时候啊，你就整上这么一个塑料瓶，这样呢打出来的灰尘啊全都接到塑料瓶里面了，非常的干净有卫生。电饭锅都不熟饭就跳到保温上面了，而且做的饭比较夹生，像这种问题呢都是发热盘中间的这个磁缸坏了，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磁缸给它换了以后就可以修好它。音箱或者是功放机没有声音，或者是有声音，声音比较小，再或者是声音非常的杂乱不清晰，像这个毛病呢大部分都是上面这个音量电温器坏了，我们只要把它换了就可以修好。打开灯，关闭灯。小太阳取暖器不加热，首先呢，先检查一下上面这条电源线，看一下有没有问题。如果它没有问题呢，就要看一下上面这2条线
这两条线呢就是连接上面的发热盘的。给它通上电以后呢，先用腕表测量，看一下这两条线上面有没有220的电。如果有电不加热，就说明是这个发热盘坏了；如果没有电呢，那就说明是这个开关坏了。发明这种螺丝刀的人呀，他真的是个人才，因为他这个里面呀自带了一套智能测电功能。你在拆电线的时候呀，如果碰到了火线，它就会亮红灯，起到警示的作用，非常的安全。检测零线和地线的时候呀，如果是通的就会亮绿灯，不通呀就什么灯都不亮。而且就这根螺丝刀呀，你拆下来的线也可以用它来检测通断。你比如说这根线不用通电，两头一接通，你看亮灯了，那就说明这根线是好的，可以继续用。还有这根线两头还是一接，你看啥反应都没有，那就说明这根线它有断点。对于这种拆不下来的电线呀，你用它还可以帮你寻找断点的位置，不用扒开这个绝缘皮。你看，你拿着这个螺丝刀呀，直接靠在这个电线上，逐步的向下排查，走，灯灭了，这儿还是亮的。走着走到这儿的时候灯灭了，那就说明这个电线的断点呀就发生在这儿。这根螺丝刀呀既能拆又能修，非常的方便。双12伏的变压器怎么输出24伏呢？这边是220的输入电，这边呢就是它的输出电。黑色的线是中间的抽头，一个抽头加上任意一条这个黄色的线就是12伏，这两个也是12伏。那么把中间的这个抽头给它去掉以后，只接这两条黄色的线，它就是24伏的输出电。